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带您寻找真相的频道。2023年的经济形势，任何人都意识到它的艰难。如何拯救经济？中国政府在这一年里，相信会推出各种激励政策。同样可以预料，各大 V 今年的话题也将集中在如何献计献策上。中国国家层面的一些政策已经逐步明确，比如对房地产、教培、平台经济等政策都有所调整。对民营经济的扶持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这些政策的调整，实际的目的都是为了提振经济。任何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提振经济的关键是解决就业。任何对中国经济稍微了解的人也知道，能解决就业的关键是民企。如果我们从这个常识出发，任何的政策调整和各类建议都需要符合这个常识，走错一步将前功尽弃。回顾历史，中国经济的起步就是民营经济的开始。如果国营企业能解决问题，中国在50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应该得到快速发展。而事实是，到了70年代，中国的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改开以后，同样是无法承受国企的低效率、高消耗，才有了国企改革，才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那次壮士断臂，其目的就是让社会的潜能得以发挥。这个社会潜能就是民企的发展。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振兴经济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那些为摸石头付出的代价，现在已经足以建起一座大桥，让中国进入快车道。2023年注定是特殊的一年，但任何经济的发展都是需要持续，而不是只是应对眼前的困境的策略。如果只是为了应对眼前的困境而出台应急的政策，这样的结果注定是不可持续。虽然近期看来会有所改变，长期看其带来的副作用需要花出更大的代价去修正。苏联就提供过这样的经验。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由于快速消灭私有制，社会经济全线崩溃。为了应对恶劣的经济形势，列宁只得承认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如果当时继续走下去，苏联或许就不会有解散的命运。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40多年，这么多年的发展也给中国人提供了很多可以吸取的经验和可以总结的教训。总而言之，对民营经济的干涉越少，法治建设越完善，民营经济就越发展，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反之，不只是民营经济无法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将受重大影响。发展民营经济，扶持民营经济是振兴经济的核心内容。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扶持，实际上不需要特别的优惠鼓励政策，更不需要相关政府领导的具体帮助和指导。它需要有着根本上的法律保证，有着公平公开的法治环境。这首先需要明确民营企业家的地位。如果需要是称其为企业家，政府各路人马都去表示支持；不需要是称作资本家，马上和其切割，保持距离。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企的。就算产生了民企，也无法做大、做强和可持续。中国有必要出台一部民营企业家法，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民营企业家。其次，需要确实有效地保证民营企业的资产安全。任何人的内生性动力都是为了让自己更成功。这个更成功体现在社会层面，就是获得社会认可；体现在个人层面，就是拥有更多的财富。用法律手段明确民营企业的合法资产得以保护，让他们敢挣钱、敢露富。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励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也会对社会有榜样效应，让社会上的创业者看到了目标，看到了方向。民营企业不能只局限于服务类，更应鼓励他们进入制造。民营制造业的是否发展，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科技能力的发展。我们看目前的世界各国，制造业主要控制在国家手中的都是技术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主要掌握在民营企业手中的都是极具创新创意能力、都是科技经济发展的国家。目前的世界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透明。只要沉下心来客观对比，我们很容易找到民企的发展之路，也就很容易找到了振兴经济之路。曾经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从根本上提出发展经济的正确之路是解放生产力，而只是把后发优势和弯道超车当成了国家发展的不二秘诀。
这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原创科技的缺乏，关键技术始终掌握在别人手里。现在的所谓卡脖子，就是这种思想造成的结果。这种危害是巨大的，甚至是长期的。振兴经济实际需要的是法治保障，有良好的、可持续的法治环境，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自然会冒出一大批创业者。改开没几年，在那么差的经济基础上，也很快地拉动了经济的发展，就是我们可以吸取的经验。路实际一直都在，看你怎么选。振兴经济其实不难，难就难在法治完善下的经济发展，许多利益集团的利益会受损。他们是不是真心想推动经济发展，这是经济是否能振兴的最难确定的因素。这几天看到陕西省要向民营企业派出第一书记，支付宝马云的持股幅度也大幅下降，国资进入。这些现象让我没看出来，到底对今年的提振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